身世背景，低调起点，远离权力核心。刘恒生于公元前203年，是汉高祖刘邦的第4子，其母为薄姬。薄姬原为魏王魏豹之妾，魏豹被杀后，他被俘入汉宫之事，偶然被刘邦临幸后生下刘恒，但此后便遭冷落。正是这种不受宠的背景，使得刘恒母子在吕后专权时期得以避开政治漩涡，保全了性命。当时刘邦诸子多遭吕后毒手，刘恒因僻居远方，谦恭谨慎，被认为没有竞争皇位的可能而幸存。高祖11年，公元前196年，年仅8岁的刘恒被封为代王，封地位于与匈奴接壤、相对贫瘠的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一带。母亲薄姬深谙贤者避世之道，主动请求随子复边，以避宫廷险恶。在就藩代国的15年间，刘恒在母亲的教导下，恭俭克己，与民休息，将代的治理得安定有序。这段经历不仅让他远离了朝廷的是非，也培养了他沉稳、谨慎的性格，并深刻体会了民间疾苦。意外登基，谨慎入京，稳定朝局。高后8年，公元前180年，吕后病逝，太尉周勃、丞相陈平等功臣集团与刘氏宗室联手，迅速铲除了企图夺权的诸吕势力。在选择新君时，功臣们认为少帝刘弘并非惠帝亲生，遂决定在刘邦现存的儿子中另立贤者。当时刘邦长孙齐王刘襄因舅舅家族势力强横而被否决，淮南王刘长性格骄横且由吕后养大，也非合适人选。最终众臣一致看中了为人宽厚、母族势单力孤且毫无政治根基的代王刘恒。当使者前来报喜时，年仅23岁的刘恒并未得意忘形，反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警觉与冷静。他先是与属下商议，郎中令张武等人怀疑其中有诈，建议称病观望。中尉宋昌则分析了天下大势，认为民心归刘，可以赴京。刘恒仍不放心，又通过占卜的大恒吉兆，并派舅舅伯昭先行入京与周勃等人接触，确认无误后，才启程前往长安。行至长安郊外的魏桥，面对群臣跪拜和周勃私献天子喜服的举动，刘恒并未急于接受。当周勃请求私下禀报时，宋昌当即拦阻：所言公，公言至；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刘恒则冷静地说：至代底而易之。在代王官邸，他经过5次谦让，才正式接受群臣拥立，于当晚入主未央宫。当夜，他立即任命心腹宋昌为卫将军，统领南北军；张武为郎中令，负责宫中警卫，迅速将军队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一连串的操作，充分展现了他深沉谨慎、心思缜密的政治智慧。巩固皇权，以柔克刚，恩威并施即位之初，汉文帝面对的是功臣集团做大和同姓诸侯王室强的复杂局面。他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，巧妙地巩固了皇权。对待功臣，他先是加封周勃为右丞相，陈平为左丞相，灌婴为太尉，以示尊崇。但不久后，在一次朝会上，文帝突然问周勃全国1年判决多少案件，钱粮收支多少，周勃无法回答，汗流浃背，转而问陈平，陈平则机智地回答这些事有专职官员负责。此事过后，文帝借口列侯救国，让周勃带头返回封地，最终甚至因有人告发周勃谋反而将其下狱。虽然后来释放，但彻底打击了功臣集团的气焰。薄太后曾质问文帝，周勃当年手握兵权时不反，如今居小县岂会谋反？文帝无言以对，后将周勃释放。对待宗室，他听从陈平的建议，让刘璋、刘兴居等有功的宗室回到封地，并将其封地一分为2，削弱其力量。对于谋反的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，他迅速派兵镇压，同时他采纳了贾谊治安策中重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核心主张，在大的诸侯国中多封几个王子为王，
以分化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，为后来景帝时彻底解决诸侯问题奠定了基础。用人策略，文帝高明之处在于不以私心治国，他既重用高祖旧臣如周勃、陈平、张苍等以稳定朝局，又通过举贤良方正等途径破格启用新人。贾谊1年之内由博士升迁为太中大夫，晁错由太常掌故逐步晋升为太子嘉令、中大夫，张世之由业者经文帝亲自考察，最终拜为廷尉。秉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原则，多次依法公正断案，仁政爱民，开创文景之治。汉文帝统治时期最大的贡献是坚持与民休息的政策，将西汉王朝推向了治世、轻徭薄赋、劝课农桑。他多次下诏减轻田租，从15税1减为30税1，甚至有13年完全免除了田租。同时，他将成年人每年的人头税、算赋由高祖时的120钱减为40钱，徭役改为3年服役一次。他还采纳晁错贵粟政策，允许百姓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，极大调动了农业生产积极性。文帝亲自耕作，为天下表率，鼓励农业生产。此外，他下诏持山泽之禁，开放山林川泽供百姓开发，促进了盐业和副业发展，又废除过关用传、通行证的制度，便利了商品流通，废除酷刑，宽省刑法。汉文帝是中国法治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他下令废除了秦朝以来的收奴连坐法，即一人犯罪，家人不再受牵连为奴婢。更为著名的是，因少女提迎上书救父，他深受感动，下诏废除了残害肢体的肉刑，如情面、割鼻、砍足等，改用笞刑、打板子代替。后来因笞刑过重，往往致死。景帝时又进一步减轻笞刑。此外，文帝于即位第2年，公元前178年就废除了诽谤妖言罪，鼓励臣民直言进谏，不必因言获罪。他在诏书中说，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广开言路，任用贤才。他鼓励天下吏民上书直言朝政得失，并从中选拔人才。贾谊、晁错、张世之、冯唐等一批极具才干的政治家，正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。其中，冯唐曾在朝堂上当面批评文帝，文帝大怒后也未治罪，只是事后告诫其给皇帝留面子。袁盎谏阻文帝迟下郡版，文帝听从并改正。有人献千里马，文帝退还并给予路费，下诏朕不受献也，其令四方无求来献。公行节俭，孝德动天。汉文帝的个人品德在历代皇帝中堪称楷模。节俭，他在位23年，宫室、苑囿、车骑、服御都没有增添。他曾想建造一座露台，听闻需要花费100金，相当于10户中等人家的家产，便果断放弃。他平时穿质地粗糙的黑色绸衣、提衣，甚至吕不及以示朝，穿著草鞋上朝。他最宠爱的慎夫人，衣裙也不得拖地，帷帐不得刺绣，以示敦朴。他还命令省就马以复现船，将御马拨给游船使用。孝顺，他是24孝中亲尝汤药的主角。母亲薄太后生病卧床3年，他虽贵为天子，仍亲自侍奉汤药，从不懈怠。每次煎完药，他必定要先亲口品尝冷热甘苦，才放心让母亲服用。他的霸陵选址也靠近母亲的南陵，以尽孝思。外交与缺憾在对外关系上，汉文帝对南越采取安抚政策，派陆贾出使，为赵佗修葺祖坟，最终说服赵佗去帝号，归附汉朝。对待匈奴，他一方面采取和亲政策，另一方面也积极备边，并在匈奴被约入侵时派兵反击，但始终坚持不轻易大规模兴兵，以免劳民伤财。当然，汉文帝并非完人，迷信鬼神。他曾在半夜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，引发李商隐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感慨。宠幸佞臣邓通，
因梦见有人推自己登天，便宠信貌似的邓通，不仅赏赐万金，甚至赐予蜀郡铜山准其私铸钱币，导致邓通钱遍布天下，造成了货币混乱，像是说邓通会饿死。文帝偏要让他富甲天下，最终文帝死后，邓通果然被查抄家产，穷困而死。对宗室过于姑息，他对同姓王的姑息，客观上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伏笔。他曾逼死淮南王刘长，民间流传1尺布上可缝，1斗米上可充，兄弟2人不能相容的歌谣，文帝不得不加以解释，疏于军备。有观点认为他过于宽松的军备政策，曾导致匈奴一度兵临长安。